据央视军事在7月27号的消息显示，在近期，我军第73集团军在东南沿海集结，麾下某2栖重型合成装甲旅更是在对台湾前线的东南沿海进行渡海夺岛登陆演习。官方公开的视频画面中，我军渡海夺岛的演习选择在夜间凌晨时分，按照演习计划，第1梯队的先锋部队趁着夜色掩护，不做任何照明动作，直接登陆前哨滩头据点，为后续登陆部队打通海陆连接通道，为大规模登陆提供便利。随后，由先锋部队利用无人机和无人机蜂群率先进行火力侦察，通过随时跟进的指挥车，同步将先锋部队得到的一切消息向后方部队传达，进而引导远程火力覆盖和精准打击。最后，大部队在登陆后一路平推至演习目标高地，至此，在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下圆满完成演习，有效检验了我军对台主力部队的登陆作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军在台海地区已经进行了近乎半包围式的军事演习，相关登陆夺岛联合立体式作战也时常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消息中。不过，在此次官方放出的视频中，直接公开展示了解放军使用无人机蜂群的画面，这可以说是相当的罕见了。从视频来看，无人机蜂群体积采用的是4翼的小型无人机，一只蜂群的数量大概在50架左右，装备情况不明。不过，小单位无人机用于自毁式袭击，在正面战场可能对装甲单位的作用还不够明显，但是就特殊狭小地形的作战来说，效果却十分显著。再一个，小型无人机也意味着敌方侦测难度直线上升，甚至可能根本就无法侦测到。当然，小型无人机的飞行距离是个问题，不过因为隐蔽性十分良好，对手也不清楚到底是在哪里起飞，所以战场优势还是很大的。另外，有人可能会提到电磁干扰的问题。然而，我军都已经开始登陆了，还会放置对手能安稳地进行电磁干扰？有观测人士指出，当前台海局势异常敏感，在美国的介入下，大陆对台湾问题的忍耐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加上国际局势复杂，美国国内动乱，经济危机严重，国力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的最低谷时期。而与之相反的，中国的国力却在稳步上升，远非几十年前可以相提并论的。大陆等待这个时机已经太久了，是否未来还有机会，谁也无法保证。为此，如今解放军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向外界透露信号，统一的最后准备工作即将完成。在东南沿海这个对台作战的最前线地区演习，就可能随时渡海夺岛。而且如此光明正大的公开军事行动流程，也相当于是对台湾内部的分裂势力明牌，震慑宵小。7月26日下午，中美双方在天津会谈结束后，我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副国卿举行了一次短暂会晤。也正是这一场会晤，让外界再一次联想到此前震惊全球舆论的安克雷奇会谈。在会晤中，我国外长向美国副国卿温迪舍曼很直接地给出了2份清单和3条底线。据官方报道，此次给美国的2份清单，其实就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不断插手我国内政，在各种国际事务中打压中国企业，恶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院校、公民，公然扣押华为 CFO 孟晚舟等等一系列明细清单。而3条底线则是不得阻挠中国发展，不得破坏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得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美攻守形势早已互换，美国一再通过南海、东海、台海等海域进行自由航行，不过是想要通过军事胁迫，妄图让中国为美国当前越发严峻的经济形势买单，通过大量物资无条件输送来稳定美国国内物价，防止美元内爆。但我国递交清单的意思显然十分明确，就是要求美国停止以上所有行为。至于中美之间谈判会如何发展，那就要等美国先好好放平自己傲慢的态度再说。实际上，在前几天，我国人民日报也发表署名终身的文章，要美国人清醒一下，不要沉浸在自己过去的繁荣和辉煌之中，好好认清当前形势。在结尾更是用上了“勿谓言之不预也”的词语，这个词在中国近几年对应对越战争中意义非凡，而如今对美国用上，其实也为我国未来与美国的沟通和往来奠定了一个大的基调。然而到目前为止，美国人清醒了吗？从西方媒体对此事的反应来看，恐怕没有，也不会主动清醒。在中美天津会晤结束之后，不出所料的，全球各大媒体开始密集关注此事。然而对于中国向美国开出的2份清单、3个底线内容，除开我国国内各大媒体报道外，可以划分到外媒的也就只有南华早报和路透社提到了2份清单的内容情况。除此之外，西方各大媒体十分默契地选择无视，对此内容完全闭口不谈。但我们都知道，西方媒体不过是西方资本和政治喉舌的延伸。这些人在鼓动国内民众挑拨对华民意的时候，用尽心思造谣诽谤，如今对这份名单的内容却不敢多提半个字。如此可笑的态度，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美国人用钟声是敲不醒的，未来或许只能用炮声才能炸醒。
在7月24号，印度快报刊登了一篇国际评论文章，很快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由于其对华态度过于激进，甚至多处计划明显违背国际公约，因此该文章也多有争议。这篇文章是由印度智库国际海事基金会学者、退役印军少将梅农编写。在文章中，梅农一再强调，就目前的情况，军事上打不赢中国，唯有从其他方面入手才有机会。这位印度学者指出，中国的国防预算远远超过印度，前者在2500亿美元以上，而印度仅有729亿美元。中国在精简陆军规模后，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其他军种发展或军事技术的研发，但印度却因为军方人员冗杂，导致原本就紧缺的国防预算有81%需要用到人员经费上，而由此延伸出来的各种军事科技差距可想而知。如此差距之下，印度想要单纯的在边境地区屯兵，用军事手段谋求在中国身上的扩张是行不通的。该学者认为，目前印度在陆海空等军事力量上都无法与中国对抗，但印度却有着一些地理方面的独特优势，比如中国的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线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印度洋。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陆路的欧亚交通网络还没有到能够支持起整个中国外贸的力量。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前景很好，但是中东地区战乱频繁，东欧地区部分国家又极度依赖美国。可以预判，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海运依旧是其经济的重中之重，其中海运石油进口更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战略弱点。基于这种判断，印度学者梅农为新德里献出一条毒计：印度海军要瞄准中国目前唯一的战略弱点，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推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对话机制，利用美国的监控技术，在南海和印度洋建立一个共享的情报侦测网络，随时监测出现的中国海运船只。这一点也符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对方不会拒绝。之后就是在马六甲海峡周边建立猎杀区域，在时机成熟后无差别攻击中国船只，有效遏制中国海运路线。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任何国家的船只都有权利在公海上航行，只要不是提前闯入存在的禁航区，或者是非法驶入他国内海，任何国家无权进行攻击。而印度学者提到的这个毒计就明显违反国际公约，同时也给了中国无差别攻击印度国内民用设施的借口和理由。从军事力量来说，中国这么做的效率要远高于印度，可以说印度学者的这个毒计完全得不偿失。当然，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印度国内正在出现一批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挑起中印战争，而从一些言论中也不难发现，这批人显然与美国息息相关。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华挑衅的一张王牌。美国清楚地知道，只要在涉及中国最核心的主权问题上挑衅，就能够最为直接地搅动中国局势，阻碍中国崛起进程。日前，美国智库又再次挑动两岸紧张，若是在台海发生战事，解放军或将可能出动200万的部队。这一推断出自美国智库军事专家伊斯安之口。除此之外，其还表示，如果解放军想要最终取得胜利，还必须再出动搭载数十万海军的数千艘军舰。从数字规模上来看，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至于是如何得出这样的一个数字，该名专家并未给出任何解释，其紧随其后的表示，这场规模只可能会更大，因为届时还可能将会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介入。对于美日澳等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险恶用心，中国从不表示怀疑。在美国接连在涉台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之际，日本和澳大利亚就相继表态，称一旦有需要，就不排除军事介入协助美军行动的可能性。显然，美智库这一言论意在挑动地区局势紧张，但是用力过猛，却闹出了天大的笑话。美国专家口中的解放军参战人数快逼近解放军总的现役兵力了。对此，有人调侃称，这是要去打美国的节奏吗？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在现代战争中，随着武器技术的发展，战场的胜负越来越取决于军事技术，而非人数。所以，美军推演的解放军将可能出动200万部队的言论，更像是无稽之谈。对此，我国国台办就给予严厉斥责，美国阴谋不会得逞。与此同时，我军的一场登陆演习对美嘲讽拉满。据悉，近日正在东南沿海驻训的第73集团军组织了一支重型合成装甲部队，在东南沿海水域展开了一场越海夺岛的联合登陆演习。在美国挑动台海局势紧张的关键时刻，解放军这样一场登陆演习，不得不说是意味十足。除了有示警的意味外，似乎还很好的驳斥了美国智库专家的无稽之谈。以现在解放军的军事装备来看，想要在沿海海域周边打赢一场战争并不难。况且以075两栖攻击舰、两栖战车为代表的夺岛利器接连涌现，解放军根本不需要担心打不打得赢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时候打，以及后续一系列的治理问题，这才是我国最为关注的。